又没有赚钱，又不是经销商，购买公车。嗨，大家好，我是展莱恩。今天我们来介绍什么呢？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个我还没买，但我未来一定会买的东西——设计师的梦幻层架 V2 606。V2 606层架系统是工业设计大师 Dieter Rams 在1960年的设计，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就是经典设计厉害的地方。系统化的层架呢，它可以按照你的喜好去变化成你想要的样子，比方说电脑桌、餐桌，甚至连烫衣板都是可以的哦。他们很特别的是，他们并没有任何的经销商制度，所有的购买都是透过网络下单，空运到你所在的国家。但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展示方式，叫 V2 Near You。目前在亚洲地区，除了曼谷跟东京之外，唯一一间就在台北，让你在下单之前可以看到它真实的样子。到底展示606又没有办法赚钱，又不是经销商，购买也没有折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今天我们就请到飞观设计的主理人，也就是我的哥哥 Roy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兄弟俩都这么爱做不赚钱的事情。这个就是我哥 Roy。嗨，大家好。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想要做 V2 Near You 这个不赚钱的展示空间？其实呢，我们一开始只是问原厂，我们搬了一个新办公室，有一面墙，想要做个陈列，不知道有没有打折的机会。后来有打折吗？当然是没有。他说他们虽然没有代理，也没有经销，可他们有一个方案叫做 V2 Near You， 那就是可以提供一个展示的空间，想要购买的人可以来摸摸看柜子长怎么样，层板多深这样子。那他有送你什么小赠品或是傻逼死吗？他只有给我一些书籍，然后一些他们的 DM。那如果没有任何折扣的话，最初让你想做 V2 Near You 的目的是什么？家具不是我的本业，我的初衷还是希望可以把美的东西传达给更多的人，那也是我做室内设计的一个初衷。那我是觉得这种开放式层架在这几年，它逐渐的被社会大众接受度越来越高。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人，像 V3， 它是因为有 Dieter Rams 的设计，所以我觉得它比其他的品牌又再更有说服力，而且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产品，自己本身也很喜欢，会找我们的业主们也都可以认同这个东西、这个设计，所以就是间接促成了它出现在我们办公室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你有算过你从开始做室内设计到现在，你总共用了几组吗？超过10组，应该有20组。这样会是全台湾最多的？我不敢说，可是应该是说，现在如果上网搜寻的话，通常我们都会跳出来在很前面的部分。现在如果我们想要做这种开放式层架在自己家里面的话，我们要怎么去规划？我们需要哪一些层板，哪一些宽度，或是哪些颜色？我有一个业主很用心，他其实去量了 7-Eleven 的层架。7-Eleven 的层架，对，就是商品层架。他发现 V3 的4个深度的层架跟 7-Eleven 的层架的深度几乎是一模一样。你要说他这50-60年来的一个设计，已经成为目前零售的一个标准。所以不管你要放什么东西，小至 CD， 大至童话的绘本，甚至黑胶唱盘，它可以符合每一种我们个人的生活习惯。所以如果你喜欢，你也可以接受这种开放式的陈列的方式的话，其实原厂会依照您的使用的习惯跟收纳的模式去帮你规划属于你自己的一个风格。所以它有几种不同的深度跟颜色？它有4种深度：16、22、34跟30，刚好可以符合大部分的收纳的习惯。那柜子的话呢，它有上掀式的柜子，有抽屉，也有下掀式的。应该也是符合大众的所有的需求的。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就是黑色跟白色，那是不是还有一个灰色？应该说它叫做银色。
色。我当初在采购的时候也有想说，那既然银色是最少用的，那不如我们就来陈列银色好了。可是原厂给我的一个建议是说，毕竟白色还是可以符合所有各式各样的墙面的颜色跟材质，而且也是最经典的一个配色，所以他还是建议我们在主墙面的部分用白色来做一个陈列。因为 V 组它没有经销商嘛，所以我们在台湾其实也很难看到实际上拥有的样子，因为大多数都是在别人的家里。所以我们比较好奇的是，我们一般人想要买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去买？其实就连我也是一开始从网站上去入门，它其实写得很清楚，而且现在的网页的浏览器都有翻译的功能。那它不管是它的材质的介绍，那尺寸，甚至每一个层板、每一个柜子的价钱，它都在上面列得非常的清楚。通常我只要把我想要的墙面的宽跟高跟墙面的材质是木头、是水泥、是甲板，寄给原厂，跟他讲说我想要放电视，我想要放书，我想要放音响，我想要有书桌，我想要有柜子。其实原厂会帮你画好一张图，原厂会画图，原厂会画，是我们自己要画图。通常都是原厂会画图，然后我们再做一些修正。比如说我层板要多一点，要少一点，柜子要往左移，要往右移。双方的对话是非常的清楚，他们会有一个专门的人为你服务。那之后如果你想要调整或加买的话，其实是直接跟那个人联络就好了。对，其实以他们的售后服务来讲，他们其实都跟得蛮紧的，而且我觉得服务的非常的好。比如说我们东西收到煮好之后，我通常也会礼貌性的拍下来寄给他们，那他们也会跟业主保持联系。如果有任何需要调整，比如说它的扣子不够，或者是层板想要增加，其实都可以很快速的跟他们来一个信件的说明，他们其实很快就可以寄过来。哦，说到这边，他们所有的产品都是用空运，就是你付钱确定之后，到收到东西大概快的话大概2周，慢的话不会超过4周。所以有的时候在油漆阶段订购，在清洁的时候东西就到了，所以不用太早买。超快，对，真的2个礼拜超快，有时候可能比你网购一些衣服还快。对，所以来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自己安装的吗？还是他要怎么样的安装会是比较建议的做？其实原厂都说我们可以自己安装，不过因为我觉得台湾有地震的关系，那它最主要的罩门就是这个垂直的这个支架必须要非常的直，那2支要非常的水平。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希望有比较专业或者是比较有经验的施工人员来做。我也有些业主他是自己可以装，那如果他们家的墙面比较单纯，而且他对垂直水平都很有概念的话，我觉得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原厂他在寄这些商品来的时候，它里面会附你所订购的层板或者是柜子相同宽度的水平尺，很妙。这个是长66.7公分的水平尺，这个是长90公分的水平尺，那它的尺寸就刚好是符合我们的这个层板的宽度，所以你只要在2个支架间架上这个水平尺，就保证你的宽度是100%正确的。这个好酷哦！这个就算没有买成架也会很想要。对，它其实它就是用它的这个支架的铝合金下去做的这个水平尺。再来，我觉得有一个很大家都会有的问题，就是开放式层架这种东西，就是在面对所有人的目光，它不像以前台湾早期的装潢一样，喜欢把所有的东西都藏起来，所以那就衍生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要如何去陈列我们的东西？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大概可以讲2个小时，不过我简短的大概说明一下我的个人的一些小小的经验。第一就是东西不要摆单个，最好可以有一个数量。那这个单个不是说你的书一定要买整套，而是当你的书类别很多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分类的概念。你要用颜色去分呢，还是你要用大小去分？所以不要用大大小小，
去把所有东西都在一起，也可以用颜色来规划，比如同一个颜色，它会放在同一区，那比较有彩色的部分，我们就放在同一区；单色的部分放在同一区，相同材质的东西放在同一区。这个会让你在规划或者是在陈列上多一些可能性，而且会看起来比较有秩序。因为美丑这个东西非常的主观，那秩序或者是规则，我觉得这个可以从陈列上面来看出这个画面，然后这个比例，那它就会传达出这个业主或者是这一面墙特别的地方，也可以完全显现拥有者的一个个性。所以我觉得开放式层架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算家具也好，它其实也算是装修或者是室内风格、室内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画面。接下来这个问题是，台湾其实是一个灾害比较多的地方，有地震、有台风啊，尤其像台湾很多房子其实地基都不太稳。所以如果是这种开放式层架的话，它在地震或是遇到天灾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其实呢，老实说，我自己家在12楼，那几次的地震，我也有发现柜子，它其实有一点点脱离我的墙面，我的支架很短，所以它的力臂承受力不够，所以它会有一点点变形。那其实我跟原厂反映过这个状况，也跟他说台湾特殊的一个地理的环境跟所面临的挑战，所以他们在新的规划上，他就把下面的这个柜子的承重的支架拉长，让我的锁点可以更多，因为我们家那个好像只有3个锁点，那它现在可以变到4个到5个锁点，那在地震的承受力就会好很多。当然，有时候我们人在外面发生地震，我也都很担心家里的层架上面会不会有东西倒了。可是呢，这5、6年下来倒是没有，真的比较强一点的地震，比如我台北有3级的话，我顶多书会倒，倒是没有东西会掉下来。所以我觉得它的坚固度还是蛮够。对对对，它的承重力一定是够的。那当然我个人是不建议你们在上面摆一些玻璃的制品啦，或者是一些瓷器啊、花瓶等等。超爱这些东西。但当然，如果你非摆不可的话，我建议你还可以用一些小的绿粘土，对粘土，或者是稍微用书把它们夹在一起。这样比较保险。对，当然也是啦，一般的层架你遇到地震的时候也是有同样的问题，所以像我们摄影棚里面的东西有一些怕碎的，我们也是会在下面用那个魔术粘，对，这个很正常。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我想要请你给就是未来想要购买V606层架的一些建议，我们应该要有哪些准备，或者是我们应该要有哪些心理预期？其实我觉得会喜欢这类产品的人，大概对于空间啊，对于设计都有一定的概念，就比较挑剔，也比较坚持，也有一定的美感。对，有一定的美感。对，因为有些人觉得这东西很工业，或者是很像办公室，它其实跟居家的调性不太能融合。但是我觉得啊，这都是看每个人。有些人摆满了漫画，可是有些人摆满了酒，有些人摆满了 CD 黑胶，每个人有他不同的陈列方式。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受风格或者是不受流行去限制的，这完全是就是你自己的东西。所以你说要给建议，我只能给的建议就是赶快买。以上就是我们来开箱全台湾第一间 This Near You 的内容，也有我哥 Roy 专业的室内设计师给大家的建议哦。我是莱恩，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跟3，等下重来哦。靠北啊，脸的设计，你很遮蔽啊。